拯救海波东只是打上云岚宗的第一步，为了不过早暴露底牌，萧炎甚至没让黑角域的3位斗皇强者登场。作为加玛帝国5大势力之一，米特尔家族的地位称得上举足轻重。云山这次也是下足了血本，足足派出9位长老围攻米特尔家族，其中云都和云莎为斗皇强者，剩余的7位长老都是斗王级别的高手。萧炎轻笑了一声，目光一抬，望向对面的云都等人，漆黑眸中有着些许寒意浮现。呵呵，2名斗皇，7名斗王，很好，没想到刚一回来，云岚宗便奉上了这般大礼。既然如此，那在下便也不客气地收下了。听得萧炎话语中渗透而出的阴寒杀意，云都几人脸色更是越发难看了起来。看这般情况，自己一行人今日的确是凶多吉少。虽然都说云岚山与地近在咫尺，但真要说起来，两者间路程也很是有着一段路程，就算以他们的速度，要赶到云岚山也是需要至少半个小时，而这些时间足以让得自己一行人彻底的栽在此处。萧炎，想要将我们一口吞下，就怕撑死你。见到萧炎那挥手间的冷厉，云都心中也是一阵猛跳，旋即眼中涌上丝丝疯狂，怒吼道：云岚宗众弟子，拼死一战！就算拼至最后一人，也要将那米特尔家族给我耗成废物！听得云都怒吼，那下方因为天空上的动静而陷入停止的云岚宗弟子，顿时齐发出一道道喝声，旋即再度挥动着武器，如潮水般对着米特尔家族之内冲击而去。而在云岚宗这般疯狂攻势下，庄园之内的一道道防线也是急速被撕裂。萧炎的实力固然强悍，可要单挑9位长老，难免显得捉襟见肘。海老，那2名斗皇交给你来对付，其余斗王便交给他们去做。瞧得下方防线摇摇欲坠的庄园，萧炎眉头微皱，偏头对着海波东低声道：这次出现的人只是灵验一些斗王强者而已，至于美杜莎以及鹰骨老等斗皇以及更强者，萧炎却是并未让他们在这种时候出现，凡事都需要留着一手，刚一回来便是将所有底牌暴露在云岚宗眼中，这种愚蠢之事，如今的萧炎自然是不会为之。没问题。闻言，海波东毫不犹豫地一点头，知道情况紧急的他也不多说废话，背后兵役一阵，便是闪掠而出，最后也是冲进天空那混乱战场。按照计划，海波东继续牵制云都和云莎，萧炎独自应对4位斗王，剩余的3位斗王全部交给紫妍、灵燕等人，也让他们提前活动手脚。云都和云莎的斗气虽然不稳定，但他们始终是斗皇强者。由于海波东还未服用复灵子丹，所以他也无法轻易拿下2位虚假的斗皇。可冰皇的口号也并非自吹自擂，靠着多年的战斗经验和浓厚的斗气，海波东牵制云都和云莎还是没什么问题。另一方面，斗王强者在萧炎面前显得太鸡肋。回想之前镇鬼关那一战，废掉一个斗王对于萧炎来说只需一脚，这次多了3个斗王，无非多消耗一点斗气而已。外加琉璃火的加持，只用了半炷香不到的时间，4位斗王从天而坠，全部死在萧炎的手中。呼呼呼，低沉的肉体爆裂声音接连不断地在庞大的庄园之中响彻，而这声音也是如同死神的镰刀般，每一次的响起，便是会有着1名云岚宗弟子化为灰烬，毫无例外。废掉4位斗王之后，萧炎赶过来帮助海波东。要知道，4星斗皇在萧炎手中也坚持不了10招，最好的例子就是范劳。当年在黑角域的时候，身为血宗宗主的范劳对着萧炎大放厥词，最后却被一火焚烧殆尽。面对云都和云莎，萧炎甚至不用使出全力，毕竟2人也只有2星斗皇的实力。随着2声巨响，2道身体携带着尖锐劲风从空中砸下，灰尘散去之后，地面竟然砸出2个大坑。云岚宗弟子潮水般的对着庄园最内层涌去，后面的人因为视线缘故，因此对于前方的变故并不知情，因此便只能一味的拥挤。然而当拥挤的势头逐渐进入某一个界限时，死神的镰刀便是悄然划来。当云岚宗弟子如同逃命般的逃出那庄园最外围时，那种肉体自焚的诡异现象方才逐渐的消匿，
然而此刻的云岚宗弟子却是已经损失惨重，在先前那般恐怖自焚中，起码有着一半的人极其诡异地化为了一地灰烬。随着云岚宗弟子潮水般的退去，那庄园之中满地都是布满了一种灰白色的粉末，而且犹如量太多，导致于竟然是铺叠了足足有1指头之后，清风拂来，粉末飞舞，整片天际飘荡着恐惧与诡谲，令人毛骨悚然。整个庄园内外也都是在这般诡谲之下变得死一般的寂静。刚刚甚至不到10分钟的时间，云岚宗那些弟子便是有着一半的人变成了那些粉末灰烬。这一幕，不管是米特尔族人还是云岚宗弟子以及外面那些围观者，皆是遍体生寒，如触深渊。这一幕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过恐怖了。寂静在持续了半晌之后，一道道目光终于是猛然转向了半空中那道背负着重尺的垢黑袍青年身上，而此刻的后者正缓缓探出双手在其手掌之上，若是仔细查看的话，便是能够隐隐地看见一团无形的火焰正在熊熊燃烧。看这情况，很显然先前那一阵可怕的自焚狂潮是出自他之手。呵呵，这个家伙也不再是当年那个心慈手软的少年了呀。不过这样对他来说确实算一件好事情。对于萧炎这大开杀戒的一通屠杀，萧鼎却是没有丝毫的抗拒，反而心中隐隐有着一分快意。他笑了一声，缓缓的道，声音中略有着一分欣慰，也有着些许莫名的轻叹。亚飞也算见多识广，他竟然被这恐怖的一幕吓了一跳，红润的脸色居然瞬间变得卡白。这还是3年前的那个萧炎吗？怎么会如此恐怖？一口气的功夫就打死了2个斗皇，6个长老被废掉之后，剩余的3个斗王不成气候，很快就被围殴致死。云岚宗大殿之上，这股可怕的气息传了过来。2名斗皇和7名斗王怎么可能拿不下米特尔家族？一位长老面色难堪，带着愤怒的口气怒吼道。云山脸庞阴沉，平静的内心变得暴躁起来。海波东可没那个本事，是萧家的小杂种回来了。此时的云山还不知道，他口中的小杂种很快就会取走他的狗命。是萧家那个不要命的回来了。萧炎？怎么会是他？他还敢回加玛帝国？他不是死了吗？就算还活着，也不可能斩杀云都长老他们呐。从先前那股气息来看，他至少也有斗皇级别。当年本宗太过小看他，让他给逃了。这一次，定要斩尽杀绝。传令下去，从现在开始，云岚山进入最高警备，任何私闯者，杀！是。本宗要杀他，易如反掌。等我将他擒住，会让他试试生不如死的滋味。我不管你与他之间的恩怨，这小子回来的正好，免得我们还要去黑角域寻他。不过，听说萧炎体内有着药尊者药尘的灵魂体，到时候药尘交给我来对付，你只管擒住萧炎。放心，我会把萧炎的斗气废掉，再交给你处置。最好不要轻敌，不然下场恐怕会格外凄惨。以上便是本期内容，喜欢七视频的兄弟们可以给点个关注支持一下。